我是阿力。大家最近这几天的心情都不是太好，因为市场行情一直是在底部摩擦，走不出一个像样的行情来。那么我们一直在等的中国监管层对加密货币的政策呢，也是迟迟的不来。昨天呢，还有很多微博上谈论币圈的大 V 们纷纷的都被消失了，其中有几个还是我非常喜欢看的，比如这个八哥谈币已经阵亡了。说起来也是奇怪，这些大 V 被封不久，这个市场就开始大跌了。不知道这个被封的这几个人里面他是不是有人泄露了天机？总之吧，这个市场不好，大家心情也不好。我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不仅仅是投资加密货币的我们心情不好，那么灰度基金它的老板心情也不好。作为一家基金公司，溢价下跌，资金净流出，这是最要命的事情怪不得他的创始人 Barry Silbert 最近呢是急得直跺脚骂娘。那么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马斯克推文导致币圈下跌的这些奇怪的事情。那么到底暴跌的罪魁祸首他是不是马斯克？为什么马斯克要这么在推特上说话呢？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欢迎您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下次就不会错过可以赚钱的资讯了。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灰度基金创始人 Barry Silbert 开始公开做空狗狗币的时候才关注灰度基金。那么我最早听说灰度基金还是宝二爷在一期节目里面他提到过，但是呢我根本就没有去研究那么灰度基金创始人 Barry 在5月8号推特上公开喊话他要做空狗狗币的时候那么最开始我认为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狗狗币因为今年在年初的时候开始大量的上涨大幅度的上涨，大量的抽血比特币，那么所以才导致了灰度基金的创始人他就因为他持有大量的比特币，所以他看不下去，所以才要做空狗狗币。那么这是我之前的一种推测那么直到今天我看到下面这张图表我才知道灰度基金从今年2月份开始资金就开始停止了净流入了，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个图标的下方，它是指这个灰度基金的溢价的走势。可以看得出2月底3月初的时候GBTC 的它的溢价呢变成了负的。关于这个溢价呢，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学习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看，自从灰度信托溢价变为负值之后，资金呢开始流出，或者是你也可以理解为资金的大量的流出而导致了溢价变负。那么这二者的关系呢是相互的。不管怎么样吧，灰度基金是面临着大量的赎回。我们可以对照比特币的走势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在4月份创造新高，几乎呢是和 GBTC 溢价的负值的顶峰相吻合。那么这里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投资灰度基金的高净值人群或者是这个华尔街的这些公司，那么他们在3、4月份的时候他们集体有了一个共识，就是要逃顶，所以灰度基金创始人才会更加的着急。因为作为一家基金公司，没有后续的资金的持续的流入，就没有办法带来正的溢价，那么没有正的溢价就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资金过来投资。今天我说的这些可能有一些漏洞那么欢迎专业的大神呢在评论区批评指正。那么我的观点呢是，投资灰度基金的大资金是比灰度基金本身高一个维度的，就是他们看待整个事情的这个格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灰度基金溢价率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资金外逃。那么这个资金外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管理费太高了。而加拿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出来了一个比特币的 ETF 基金，那么他们的低管理费带来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激烈的竞争，也让灰度基金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说我才说了灰度基金的创始人并不比我们大家的心情更好。所以我们前几天还看到他在高喊他要卖掉自己的这个兰博基尼，说这个里程并不高说这个要出手自己的这个兰博基尼其实说白了还是因为这个 Barry 的这个格局太小了。如果说他能够容忍得了狗狗币，可能他的灰度还会活过来。那么他非得去高调做空这个狗狗币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才导致了目前这个灰度基金的溢价还是停留在负值那么相对比 Barry， 马斯克就很悠哉了。那么这两天疯狂的更换推特的头像，先是换成他这个 SNL
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个截图，戴着红色的眼镜，然后换成了一个美少女战士，再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纯黑色的一个头像，还不断的发推文暗示呢已经跟比特币分手了。说来呢也是非常的奇怪，他只要有这种类似的言论呢，这个比特币就会带领这整个币圈的币种开始大幅度下跌，所以才导致了很多比特币的粉丝在推特上骂他。那么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那么如此的大跌呢，其实跟马斯克的关系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的。那么如果你懂一点这个技术分析的话，你一定会发现，每当马斯克发推文去敌视比特币的时候都是比特币震荡的即将要选择方向的时候甚至有人说马斯克是不是看着这个 K 线去发推特呢？要不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么准只要这个要选择方向，选择向上或者向下的时候，马斯克就要发一个来敌视比特币的这个推文，这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啊。那么如果说马斯克真的是盯着 K 线来发这个推特的话，那么你要想一想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要知道他们这个特斯拉手里面还是有很多比特币的那么在第二季度报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我们只能猜测他们是否已经卖掉了比特币。很多朋友是根据马斯克的推文直接就推测特斯拉已卖掉了比特币。那么要不为什么会如此霍霍比特币呢？如果说第二季度报出来了，显示出来马斯克没有卖掉比特币呢，那么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我们难道说马斯克怎么这么傻呢？每天霍霍比特币，让自己公司的这个投资呢也跟着缩水，为什么他非得要这么做呢？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狗狗币的走势呢正在逐步的脱离马斯克的影响。那么昨天狗狗币在暴跌中呢，似乎呢正在脱离比特币的影响那么大家可以对照比特币和狗狗币昨天的走势，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比特币非常大幅度的往下走的时候，狗狗币竟然有一段呢是在平着走没有跟着比特币一起往下栽。如果说狗狗币脱离了比特币的影响，而马斯克对狗狗币的影响也是跟着越来越小，那么马斯克利用推文霍霍比特币的阴谋是不是就成了？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让比特币跌，那么狗狗币不跌，那么之后呢再来几个实质性的大利好，全力推动狗狗币上涨。大家不要觉得这是我的这个主观的臆断这也是一种推测只不过是需要时间来验证。那么在大行情不乐观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寻找事情内在的联系。那么未来的几期视频呢，我可能呢会寻找更有意思的一些这个技术类的指标，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未来的走势。希望大家看到这里都要点击订阅一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之前反复提到的一些投资的常识。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投资的时候不要用你全部的资产去赌博，而是要用你的闲钱去投资。那么第二点，投资的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非常的无聊的就是大部分时间你是不挣钱的，你是在那耐心的等就行了，可能呢只用你很少的时间才会有效率的这个往上冲，所以说耐得住性子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投资呢不要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就连巴菲特他也不是一夜暴富起来的，对吧？那么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成名的时候已经50几岁了，那么在此之前他也是在默默的等待。好，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力，愿你和我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